彩青，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就是专程来找你的。所以在我开口之前，你已经知道我为什么来找你了吧？在我之前，是不是已经有人找过你了？想必也开出了比较诱惑的条件，但是都被你拒绝了。都被你猜到了。这就是我爸的处事风格，闷声不响，搞定一切。这次是被你拒绝了，他实在没辙，只好让我出马打友情牌。我爸，他一直在做我的保护伞，他用他的处事哲学和人脉为我解决麻烦铺平道路。我不知道我应该对他的所作所为心存感激，还是感到不适。而更多人都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给予这样的保护和帮助。可是你和舒澈不是那样。我和舒澈比，我既没有他的勇气，也没有他的执拗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这就答应了？我还没开口求你呢。啊，从小到大，我最害怕2件事儿：求别人和别人求我。2件感觉都太糟糕了。如果有可能的话，我想要努力有一个只求自己的人生。谢谢。请进。你怎么也在？康医生，我一起来的。快来坐。请坐。地方法院下达了开庭时间，就在3天后的星期5。今天请2位过来，是为了讨论一下庭审情况。之前我律所的调查员走访接触到了处罚舒澈那位巡警的女同事，听她亲口证实，他们警界同事在私下聚会的时候，都对那位巡警的中文水平表示佩服。但是，他当众承认，其实，在当天现场，他并不确定自己听懂了舒澈和萧青的中文对话，只是猜了个大概。后来回到警局拿到萧青的证词之后，他才确定自己听力无误。那这些信息能说明什么？说明警察可能会犯错，误解了你讲话的内容。我已经拿到了这位女警的书面承诺书，保证她3天之后会出庭，提供他们私下谈话的内容作为证词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就可以在庭上质疑警方的证人证词，否认妨碍司法公正的指控。可是他们那儿还有萧青的证词啊。廖小姐刚和萧青见了个面，让她来告诉你他们沟通的情况吧。我去找萧青谈过了，你跟他谈什么？他表示他会在出庭的时候否认你向他提出过顶包的请求。他已经向警察提交过证词了。前后证词不统一的情况经常发生，也很容易解释。萧小姐完全可能因为自己的英文程度不够好，
现场又没有翻译，所以他并没有听懂警察的问题，给了警察错误的答案。他真的会这么做？舒澈，我为你制定的策略是无罪辩护。我只需要你做一件事，就是在法庭上否认所有指控。我们将以你7月和8月因为回国而不在美国为由，证明你没有及时接到交通违章处罚的信件，对于驾照被吊销毫不知情，所以无照驾驶并非出于主观故意。我估计你被指控的4项罪名当中，只有超速会被法官认定，最终判你一个轻罪，避免入狱服刑。这也是我们能争取到的最好的判决结果了。就是说，我要在法庭上撒谎。我只是建议你不认罪而已。你去找萧晴，为什么事先没有告诉我？我告诉了你，你能让我去吗？他没有错啊，他为什么突然答应返工啊？他坚持个人原则，不代表人家不近人情呀。小青其实跟大家都一样，不希望你的未来因为法庭判决受到任何影响。你向他许诺过什么吗？比如说开出某种交换条件？没有啊，我为什么要向他许诺？真的吗？我发誓。妙云，从事发到我被带回警局，满脑子想的都是否认和逃避。可是，在候审监狱那几天，我突然心里就平静下来了。我不想再为抵赖挣扎，犯下的错，就算你可以把它从现实当中抹去，你也没有办法把它从心里抹去。你会发现，它总是挡在你的前面，你永远都跨不过它。可是有很多人，康律师，包括你，都在瞒着我，做了很多我不知道的事儿。舒澈，我们都是为了你好。6年前，我爸妈就是这么对我说的。舒澈，我们这么做都是为你好。